美国房东最常见的问题。真正影响你卖房结果的不是价格，是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想清楚。很多房东来卖房子，其实不是没想过要卖房，而是脑子里面卡着一些反复出现却没有人给过清楚答案的问题。关于现在能不能卖房子的问题，好时机等于买家正在找你这一类的房子。现在是不是卖房的好时机？不是市场决定你能不能卖好，是你这套房子是否站在对的节奏点上面。好时机不等于所有人都在卖，好时机等于买家正在找你这一类的房子。要不要等明年房价再涨一点呢？这是卖家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后悔的问题。市场不会提前的通知你已经到最高点，它只会在你等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削弱你的主动权。如果现在卖不掉房子，会不会明年就更加难卖呢？如果现在卖不掉房子，问题通常不在时间，而在策略。错误的定价加上错误的上市方式，只会让房子被市场看过一次。2026年皇后区的房价会不会跌呢？整体大跌的概率不高，但是卖价下修往往发生在判断失误的房子上面。关于价格的问题，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呢？市场价格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个区间加上买家心理锚点。真正重要的是你站在哪个区间进入市场，市场不会提前通知你已经到了价格的最高点，定高一点，反正可以慢慢降，这是最伤卖价的做法之一。第一次上市是你最有话语权的时候，后面的每一次降价都是在解释之前判断错了。邻居的房子卖了200万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卖200万呢？邻居成交价只是参考，不是答案。你需要看的是买家当时还有什么选择，现在的替代房是谁，你在买家排序里面排第几个呢？低一点定价格会不会吃亏呢？好的低价是策略，随便低是送筹码。关键不在低不低，而在于有没有换到竞争和速度。关于上市方式的问题，要不要先试试，不行再换策略呢？卖房子不是测试市场，市场也不会给你第二次完整的机会，第一次就是主战场。要不要先私下卖房子呢？不公开。私下卖房子不是不行，但是要清楚。但你是在换效率，还是在牺牲价格？如果房子曝光越多，是不是卖得越好呢？曝光是声音，执行顺序才是结果。曝光太早，策略没定好，反而会消耗买家的新鲜感。要不要先把房子装修到完美再卖掉呢？不是越新越好，而是有没有解决买家的第一印象问题。有些钱该花，有些是自我安慰型的装修。关于经纪人的问题，经纪人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房子决定上限，经纪人决定你能不能接近这个上限。佣金能不能少一点呢？佣金不是成本，是你换来判断执行率和风险控制的工具。便宜通常是拿结果换的。能不能自己卖掉房子呢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你要清楚，你承担的不是省佣金，而是定价、谈判、节奏、法律风险。如果同时找多个经纪人，会不会更快呢？通常不会更快，这样只会让买家判断这套房子没有人真正负责。关于卖不掉房子的问题，上市一段时间没有动静，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？90%的情况不是房子不好，而是第一步判断错了。要不要先降价再看看呢？降价之前，你首先回答一个问题，是价格问题还是市场没看懂你？如果买家一直砍价怎么办呢？砍价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有没有站在有底气的位置上面谈。卖家最容易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呢？
不是房子价格卖低了，而是本来可以卖个好价格，却因为犹豫和试错，把优势耗光了。最后给卖家的一句话就是：卖房子不是比谁胆子大，而是比谁在关键的节点做了对的判断。如果你现在脑子里面有不止3个问题还没有想清楚，那你需要的不是马上挂牌，而是先把判断做对。很多卖家不是卖错时间，而是第一步的判断就走偏了。如果你也在犹豫要不要卖房子，先把判断做清楚，比你马上挂牌更重要。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值得您最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，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致力于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美国房地产领域，为购房者、买家、投资者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，帮助更多投资者看懂美国地产，布局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。欢迎订阅。